欢迎大家来到春晚园，看看我们花园里面现在这个菜的收获情况。今天能收获的品种10几个，我数一数：辣椒、撇兰、西红柿、茄子、秋葵、丝瓜、苦瓜、坎瓜、丑瓜，还有栗子南瓜、玉米、葫芦，绿系已经收了，很多品种。大家跟我去看一看。现在这个秋天到了，佛手瓜开始大量挂果，我们就来采收佛手瓜。佛手瓜最大的好处就是耐储存，而且它储存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，不需要过水，不需要冰箱。像我手里面拿这个，放3个月到5个月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皮有一点点皱，但是口味不会发生任何变化，这是它最大的好处。然后的话，产量也不低。我们这个现在眼睛里面可以看到的，差不多就有200多个佛手瓜。全年我计划就是在这个棚里面能采下的佛手瓜，应该在500个以上到1000个之间。这是我们第一次采收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采收。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苦瓜，但是往往种不好。种不好的原因其实就2点：苦瓜喜热，所以从育苗到种植当中一定要围绕热量，保证它对热量的要求。第二一个就是苦瓜的是这个前期不死不活，到中后期侧枝非常发达，因此的话要及时清理侧枝，还要给它的好的价值。如果不及时清理侧枝，过于茂密，授粉授不好，那就结果就结不好。我们今天的苦瓜是40-50只苦瓜，采下来，采下来。从这个就可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白玉苦瓜。这只呢，种子应该快成熟了，非常典型。一吃的话能有3磅多重。采了以后，这些小的苦瓜才有机会长大。这里是我们的丝瓜，丝瓜的话，我今年种的丝瓜主要是2个品种，一个叫做翡翠丝瓜，个头很大；一个丝瓜的话，它长度差不多1尺，然后重量的话能有4-5磅。这是翡翠丝瓜。再一个就是苹果丝瓜。跟枕头一样，这个苹果丝瓜大概能有7磅重。今年这个苹果丝瓜大概产出了能有30个了。苹果丝瓜典型的特点，很多人会问，什么是苹果丝瓜？这是它的典型的品种特征：短的、粗的，短粗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风味好，质地好，皮软，可以生吃。一看它跟其他丝瓜品种就是明显有差别，其他的丝瓜品种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苹果丝瓜小小的就跟它样子就不一样。这个的话就是坎瓜，我种坎瓜的主要原因是它这个耐储存。如果是小的时候是可以边砍边吃的，但是现在养大以后，把它常温条件算，它能放大概4个月、5个月都不变质，风味依然非常好。我们的西红柿已经收出去了2次了，第一次收了50多磅，第2次收了40多磅，那明天又可以采收第3次了。现在这个西红柿成熟非常快，像这种发白的，它2-3天之内就变色，但是发红的如果不及时采收，可能一下雨就会开裂，因此的话要及时采收。我们这个西红柿品种是非常的多，有这个有大果型的传家宝，有这个小果型的樱桃西红柿。秋葵我们这里种了2个品种，一个是绿的，一个是红的，这2个的话产量都非常不错，这个红的颜色看着
更好看一点。这个秋葵的话，顾名思义，真正的秋葵，很多人种秋葵种不好，其实根本的原因，有2个认识上的问题。第一个，秋葵喜热，所以它的苗期的话，我们这个育苗的时候温度一定要高，最好是在30到32度育苗温度，这样的话它就能长得好。如果采用通常的20度的温度育苗的话，它基本上是不死不活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一样的，就是雨在下去以后前期覆盖塑料薄膜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它基本上可以这样说，在6月底之前长得都非常缓慢，不是很好。温度越好，它长得越好。但是进入8月15号以后，入立秋了，它就开始大量的结果，几乎就是一节一个果，一节一个果。像这种秋葵，一颗秋葵，这已经采了20几个果了。我们今天也可以采，几乎是每天都能采出一个果出来。像这样的不能太老，像这样的再老就有渣就不好吃了。这几个都可以采了。为什么要采？采了它们，上边这2个才有养分，这些还有更多的。看我们数一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10几个的还继续有希望。好，今天我们来摘茄子，这个绿茄子，口味是所有茄子当中非常好的，这个产量也可以。我们今天就看到因为现在气温凉以后，不会有多少茄子了，就给它做一次采收。采收以后，如果说是没有小茄子的，或者没有多花的，坛子就锅了。锅了以后，我们2周前在里面撒的小莴笋苗，现在也有5、6公分高了，给它见阳光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采，找一找杆子，杆子上没有花的就把杆子拿了，像这个没有什么花的杆子就拿了。还有有这个小茄子的，可以暂时留着一下。这个它这2天昼夜温差大，就是白天热，晚上凉，茄子长得非常快。这种的话，看是有小茄子，但是呢，看它这个藤知道它不会长多少，所以我们果断的就把它拿了。这个丑瓜，我找一找丑瓜，桂粗南瓜，这里一个可以采了。都说桂粗南瓜做果少，但是我看着我这个2根藤结了7、8个丑瓜已经不错了。它是所有南瓜当中风味最好的。那我们今天试试看它到底风味有多好。这里应该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对。还有一个也是风味非常好的栗子南瓜，有点像日本南瓜，但是呢，它肉质没有日本南瓜那么硬，吃起来的话风味比日本南瓜要更深一点，更好一点。好，我们先采这2个。采多了这个吃不过来。当然这个瓜的好处，我为什么种那么多瓜，它的好处就是自然条件下耐储存，只要养透了，存放4个月左右是没有问题的，常温。来看看我们的福禄，这里有个大福禄，这个就留着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福禄，这一架福禄已经采出去了10几个、12个了，现在这个小的开始又出来了，它长得很快，这个样子很可爱，毛毛的像小孩一样的。这里，好，我们看看我们的玉米，很多人都喜欢玉米，但是不敢在花园里面种玉米。今天我们种了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老鼠啊、浣熊啊、松鼠的祸害。那看看我们现在做了什么？玉米活矿泉水，
还有给玉米拉上了网子。这一块应该玉米开始成熟了。这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一种保护措施。我们外边有围栏，这个里边再加上这一个，应该是100%的放心了。这个我还没有见到这个有松鼠、老鼠进来。这一个的话，就是作为一个保险措施。这个匹兰8月份长得很快，7月底种的，现在一个月时间，很快就能采收了。这几个匹兰可以收了。收匹兰，这个尺寸去吃刚刚好。这就是扁豆，红扁豆。你看这个果子结的，扁豆的话，它也是喜着来的时间比较晚，入秋以后才开始大量的开花结果，但是结果量是非常的大。大家可以看看这边，全是豆，看不到叶子。差不多再过2周才可以采收。现在荚实出来了，但是里面的籽还非常瘪。现在这个辣椒的话也非常丰收，大概单株辣椒产量在5公斤以上，我们采收了很多次。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。这个已经红了，看这个是一种品种。我看有没有太辣的那个线椒。哦，在这里，这个应该是辣度非常高的一个。这个才是辣度最高的，通常见的线椒。一株几十个辣椒，跟瀑布一样的。里边你看，比叶子还多啊！这就是东北油豆到后期以后的样子。它的特点就是荚宽宽的、长长的，然后籽开始饱满以后，颜色变得红红的。这样的话，它这个籽就吃起来就非常好了。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这个荚。嫩荚能吃，老一点的荚同样能吃，把这个线抽了就好了。你看这一颗多好，所以的话，如果在多伦多种豆的话，东北油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